100。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兵，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我怎么这次的开头会在这儿的呢？因为我已经来到云顶了啦。因为刚刚我是在 Winghin Automobile 呢，在班纳营大那边拿车的，那边的地点不是很方便，让我去做 walkaround 啦，所以我打算来到山顶这边才做。等一下你可能会看完了这个 walkaround 之后呢，就会试驾来到云顶山脚这样子。之前我有试驾做这个 Toyota Hilux 的 Revo， 那个是它小改款之前的，那这一代呢是一个小改款之后的，它从450牛顿米上升到500个牛顿米，从177匹马力上到240 PS， 这个呢我们称为叫 Rock 的。最近呢就推出了 GR Sport 的版本呢，大概160千左右，没有错。它从普通版的升级大概几千块啊，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些系列的GR Sport 的 Badge， 前面就像北美式的设计 ，Toyota 的字眼出来，它少了那个 logo 有没有？还有很多黑红色的配搭色在里面，看了整个都运动化。那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是加了什么东西啦。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哈。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了 ，Let's go。动力上面有没有升级？其实是没有的。原厂有说这辆车就有调教过它的 coil spring， 还有的 absorber， 避震器都会比较硬一点点啦。然后你会看到红色的卡钳，对吧？跟上一个是一样的4活塞叉子卡钳，只是喷上了红色，有 GR 的字眼在这，配着的多右的轮胎。那它是一个 HT 的一个轮胎啦，尺寸为265 60R18寸，这个比较带干 metal 的颜色的话，都很配这辆车，亮灰色的这种颜色。前面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后面是个 leaf spring 的，你会很明显看到这里后面是 leaf spring 的，后面没有刹车卡钳，它是一个 drum brake， 因为他们要去泥巴啦，所以有时候不要影响到那刹车的性能，他们就会选用 drum brake 的。我们来看一下，是跟 Revo 一样的，是不是？左边你看，完全是不用用手，它会慢慢的往下开起来。多亏有这个 absorber 在这里，只有一边。蹲上去的话呢，基本上我坐上来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到吧？我都已经站上来了。这个是有标配的吧？铁的，然后我整个人坐上去应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概2根手指就可以了。Reverse camera 在这里。那这辆车会有那种 welcome light 啦，在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有个灯照在这个踏板这边，明显是让你要踏上去的啊。上次层次的方式呢，就是要脚踏上去，手握这里进来的。原厂有强调呢，这张椅子是从 Fortuner 上面搬上来的，然后你看到这里的背面有一点不一样的，跟 Hilux 这个写的 GR 的字眼，所以拍照的时候呢，记得头歪歪，你要给人家看到它是一个 GR。中间是 suede 的材质，个人是非常喜欢。旁边是 leather 皮革座椅，驾驶员这边呢就有电动的方向座，有 GR 的 carpet 它有一个锁，很安全这个以前的Toyota都有了的。因为它是 GR， 所以有 aluminium pedals， 看着都比较 sport 一点。这里是打开引擎盖、油盖、置杯架。还有 GR 的 Start Button， 所以我们来打着引擎一下，踩 Brake。Alright， 门这边还有一个推特它4个门都是一键上下的这个窗户，看到吧？开到完的不是开到一半的
开灯，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哦。这里就会一些显示，你可以看你的综合油耗，就 range 还可以走87个公里，我下完山应该没有问题的啦哈。Eco indicator，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按键，比如说你要切换一些显示啊、back 啊、上下左右都是在这边的。这个是车道偏离的辅助系统开关，这个就是调整那个 sensor on off 啦，音量按键都在这儿啊 ，calling 啊，哈。With unlimited internet and calls plus 10 GB hotspot, now faster with free 5G. 当然，它是一个 FM， 你不能 expect 到它的音响特别的好哈。然后这辆车有360度 camera 啦。它是一个6速的自动变速箱，还有一个 sequential mode。sequential 呢，就是让你切换在，你看我放在 S2 的话，就在1、2档徘徊，1、2档徘徊；S4 的话就1、2、3、4咯，它不是fully manual mode 来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洞哦，可以放东西，我也不晓得可以放什么呢，应该可以，大概是放这样吧。2个自杯架大的，还可以放一个手机在这里没有问题。12伏电瓦，还有一个 USB 插槽，陡坡缓降功能，后差速器，还有 traction off， 有2个烟头诶，就是切换你的 H2、H4 还有 L4 的功能。这个等一下我在云顶的那一集呢就解释到。这个是冷气的开关，一看就知道怎么操作了的。没有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黑色的内饰哦，全黑哦。Sensor off， 还有一些灯开关，哇，黑色很好看。这里没有镜子，手把，去下车看看一下先。手抓错了，应该抓这里才对吗？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的身高173，大概剩下3根手指的长度，还有我的头顶上大概剩下1个拳头。坦白说，坐在这里的话，椅背是很直的哈。讲说真的，这个是很多4乘4的一个通病。好在它的座椅是比较软的，发泡面也是比较软，所以我坐上去应该不会那么快屁股痛，到冰城应该才痛。后面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maximum 4kg 哈，可以挂钩。在这儿，哇，坐在后面的这个视野更高过前面了哈。如果你要需要空间的话呢，这里有拉一下，吊上来，这里应该是可以绑着的啦，放一些东西，花盆没有问题哦。还有 ISOFIX 在后面的椅子哦。Diesel， 不要打汽油下去啊。副驾驶员的座椅呢，它是一个手动调节的哦。储物空间真的是摸到顶哦，很多东西可以去放，这里又可以放，这里又是可以放哦。还有 damper， 空间都很大啊。手机要放哪里都可以，桌子也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给镜子哦，为啥你 driver 不给嘞？偏心。哎呀，差点忘了哦，这里还有一个自杯架耶。我好像记得 Rock 这边是有给 Hub 灯的，不是 Ambient Light， 怎么这里好像没有了？哎，哇，这副引擎真的是很安静一下的。然后我走到来这边的时候呢，它都好像没有什么声音了哈。Signal 灯 LED 的，还有 Projector Headlamp LED 的。我觉得这个头灯是很帅啊 ，Daytime Running Light 是一条线的，下午看的时候辨识度非常的高。从以前的 Toyota 的 logo 换成了字体式的 Toyota， 所以它以前是有一个 sensor 的，对不对？现在换成了这一块应该是 sensor 来的。这里就是有360度的 camera 在这儿，很安静吧？这辆车哈。哇，很重的引擎盖哦，要有点时间去适应啊，很高。我站的是斜坡上面。那这副引擎是代号为 1GD FTV 的一副2.8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它是4缸的啊，能够产生204匹马力，还有500个牛顿米。它的爆发力是比上一具的450牛顿米来的更加暴力，更加的有力。还是配上一副6速的自排变速箱，耐操的一个变速箱，所以你也不用怕。还可以看到这么大力变速箱在里面哦。很顺，很重一下哈。好了，基本上都看完了，去看试驾吧 ，Let's go。OK， 我的人呢，现在来到了Bandar Indah Wing Hing Automobile 啊，Toyota的 Ford Center 啦。之前呢，我的频道有试驾过一个 Hilux 哦，那个关注率还不错的哈，收视率。然后那辆是一个 pre-facelift 的，也就是说当时呢它才有400个牛顿米，450啦哈。啊，这辆车呢是一个500牛顿米的哦，已经是 facelift 之后呢，它再加多一个新的规格，就是 GR Sport。那我今天会把 GR 放在后面哈，不是把 GR 放在前面。你要记得 GR 放在前面的话，那个就是一个 Toyota 的性能车。如果 GR 放在后面的话，我们叫 GR Sport 啦，它就是说套件啊这些升级啊，就好像今天你买 BMW 啊 M Sport 跟 M 啊是不一样的哦。M Sport 呢是一种套件，让它看起来更加年轻化、更加运动化，就好像今天驾的这个叫 GR Sport 的一样的道理啦。那最近呢，Toyota有出这个
Cross 的 GR Sport 啦，然后 Vios 的最新款还没有啦，然后 Hilux 已经有了，但是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 Hilux 终于它有换挡拨片了哦。那以前的 Hilux 是没有的，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哎呀，它是 6AT 嘛，如果你说 CVT 呢没有换挡拨片，我还可以情有可原一下，就是说算了吧，反正 CVT 嘛，又不是真的 AT。来到这个的是个 6AT 哦，然后我就觉得，哎呀 Hilux 反正越出越新，越出越好看了嘛，越出越运动化嘛，你干嘛不要给一个换挡拨片呢？现在终于给上了一个哈。然后我很喜欢它的这个仪表盘 ，GR Sport 的仪表盘真的是不一样的，它是好像白灯，字眼是白的。然后红色针，它的底呢是有一点带亮色的哈，它是黑，但是会发亮那种。哇，那种仪表盘好像感觉到好像在拿着一个比较贵的手表的感觉那种啊，那个表盘啊。方向盘是跟上一次一样的，只是加了一个 GR 在这，它的大还是一样。其实我认为我不太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方向盘比较大。转向幅度也是很大，你看我摆一点点的话，好像那个 dead zone 那个 free play 很多一下的。我觉得如果它能够再做小力一点，它的转向能够再精准一点的话，我会更加喜欢。Hilux 这种4x4的车本来我就很喜欢的，只是说我没有用到后面的那个空间啊。然后你真正要它舒服的话，它又给不到那种 SUV 那种舒服哦，但是还会稍微跳一点。在家人的话会可能父母啊老了会 complain 啊，会投诉哈。前面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的设置，后面是一个 leaf spring， 所以我之前有驾过云顶的话，我对它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每一次看到那些哇 Hilux 哦，为什么他们过完好像很勇敢这样子过啊？哇，驾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它操控是不错的。你坐在前面你不会发现到那个车要反，不会的，反而是最关键就是在于它的轮胎为什么这样多。Hilux 会失控啊，就是因为后轮打滑，因为后面很轻，你没有载东西，然后用上的轮胎呢，是不是拿来跑那种跑快车的哈？它可能是 AT all terrain， 就是它可能在泥地跟陆地中间兼顾的那种哈。OK， 我驾上来这辆车 GR Sport 是不是？它不是说它的这个避震器啊，还有它的那个 coil spring 啊。有经过调教会变硬一点，是不是？但是我加上来还不会嘞，反正我觉得很舒服去这种这样烂的路不平啊，我都觉得很 OK。它的滤震都很好，但是4x4有一个通病，就是它的滤震的时候啦，你会发现它4个角的滤感觉到不一样的有些车是，等一下有些车是呢左右或者是前后嘛，这辆车是4角都在震的独立式的感觉哇，Eco Mode 了哇，扭力很高嘞，500个档随随便便踩油门就去了OK， 我把 Eco Mode 关掉了试一下那个 Power Mode， 就是哇，我怕每一次驾这个4x4的话，我都有一个很怕的感觉，是我进 car park 什么感觉到那个头好像要撞到上面这样哇，这个Power Mode心里有力我才踩不到一半的油门呢。What the 很有力耶，我把我关掉，把我们关掉哇，这个轮胎很安静你了解到驾4x4的人吗？做到很高，我看到一眼看完全部前面的东西然后其实它过完你看没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车轻不会很多的嘞。哇，它的风声有一点大了可能现在风大外面，我就听到有一点点风声，可能这个 sun visor 这个 door visor 可能是 door visor。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这辆车的风噪控制有多好现在跑着110 km/h， 我把那个窗打开，很大风有没有？哇！我再把窗关掉。It's so silent
其实我有一点不是很满意这辆车的这个坐姿哈。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坏习惯啊，我就是去到很多辆车，尤其是很高的车，是不是？我都会习惯的把它能够做得更低会更好。但是这辆车做得很低没有错，我的这个仪表盘我就看得不是很清楚啊，我被这个 steering 挡着了。这方向盘的我要把它拉下来，又不可以拉得很下，这个是最低的姿势哦，也是最外面的。所以我的手好像你看啊，比较没有这么靠近，因为我脚长嘛，我身高173，然后真正要调整到我最佳姿势的话有点难啊。但是这辆车不是拿来给你跑车啦，你也不需要做到好像跑车姿势啊，现在是够做的。但是这张椅子呢，原厂说它是拿着 Fortuner 的那张椅子来哦，所以坐上去的话呢，我觉得很软诶，它中间是那种绒布的，旁边是皮革的哈，我看了是非常好看，也是非常喜欢。加上它是一个 GR logo 在上面，哇，整个质感都提升了的哈。加上这辆车呢，大量的采用了黑色的钢琴烤漆啦，然后如果这辆车是红黑这样子的配搭的话，看起来更加运动化。白色也 OK 的，然后很多这种你看亮色的哈，然后黑色，然后它的整个内饰都是黑色，看了都相当的不错。其实这样起来的话，我相信如果你开了音乐，你根本是没有什么察觉到它的引擎的噪音的哈。人家说柴油的话都很吵，在车里面都听到。其实现在的车越做越好了的，尤其像现在这 Hilux 辆哦，它的这个隔音的话很 OK 哎。我现在没有开音乐哦，你基本上都很少听到那个引擎的声啊，除非我踩完它啦。现在你看我顺驾的话都 OK 的。哇，这个500牛顿米的话说起来哦，想起之前的那辆，这辆车有力很多，真的，450跟500之间的分别就是这么大。只是说它的这个换挡的方面哦，就是很多4乘4的调教都是这样。当我按下之后哦，你看要等一下，我试一下Power Mode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不给降。它有做一点补油的感觉哈。它Power Mode也是一样啦 ，of course 啊。有这种自动刹车系统啊、盲点侦测啦，哈，这些很多 pickup truck 都上面都有，但是我就没有看到它有自动跟车系统这种功能的话，就见仁见智啦，哈，有些人是真的需要，有些人不需要的。我是很爱驾车人啊，其实我不是很依赖这一种什么自动跟车啦，哈，什么盲点侦测可能需要一下啦，因为有时候摩托车我看不到啊。然后退后的那个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啊，我会比较想要那个哈，因为有时候退后的话，你真的是看不到有没有车来嘛，是不是？以前买4人是很够送的哈。现在都有玩这些安全配备。这辆车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呢，它其实是用着后轮驱动的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H2， 然后只要我把它转过来 H4 的话呢，你在行驶的时候，它其实可以把它切换到 H4 的。H4 就是说 High Speed 的 4-wheel drive。当它闪烁完毕了之后呢，它就会切换到4轮驱动了的。然后它是最好是建议不超过100公里每小时的啦。所以你这样子驾的话呢，可能你觉得这个陆地比较湿地一点，我要更加安心，我要用市区啊，我就现在用这个。你在泥巴、泥地啊，想要用 low speed 的 4 wheel 呢，你就是要完全停下来去到 N， 然后你 push 转，然后它就会出现 L4。还有它有一个后差速器哦，我就不适合去示范给你们看了的。有时候你被东西卡着，你很需要后轮呢完全锁死的情况下呢，你就按下这个 button。它就会亮一个灯。讲真的，这个 GR Sport 调教出来的避震器哦，还有 Spring 哦，你完全不会感觉到很跳嘞。说起来，我也是感觉到像一个普通的 Hilux 而已嘞。不懂啊，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啦哈。可能轮胎的风没有放这样多 ，maybe。这是跟文心斗大拿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了的啊。在这种低速行驶的时候，我很享受，引擎噪音没有，胎噪又少，风噪又少。隔音又好哦，外面的这些车辆啊、摩托车的声音啊，几乎都是没有什么的。摩托车经过，有see？我要开启这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哈，看一下它是不是？它帮我摆回来耶，真的有帮我摆回来耶。它除了帮我摆回来之后，它会松开油门的感觉，只是没有 power 的嘞。我好像第一次遇到有这么神奇的 Lane Departure Assist， 有没有？我再试一下。
整辆车会慢下来，cut power 嘞，真的没有试过有这样的车诶。我关掉它。当你在第一转速的时候啊，你一脚油门把它踩下去，在这个 normal mode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会有一点油门迟缓，涡轮迟缓，然后呢，你要等它一个时间去降档哦。这个刹车呢是一个4活塞刹车卡钳啊，所以当你踩下去的时候呢，它的力道是有的，但是要踩得比较深。这辆车是2100公斤啊，大概2吨多。你这个刹车的话，你不要想到它好像这个sedan这样子，刹车是有力道，但是我不敢去贴人家太紧，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会担心我太过重脚下去的话呢，尾巴会起来。OK， 做一个0到100测试，踩完。100，哇哦！了解到吗？为什么叫 pickup truck 的人都飞这么快？很定哎，随随便便就给你摆趴了，哎呦，真的是快这辆车，哎，只是过弯不能太快啦。你感觉到前面都很定的啊 ，Double H1 很有支撑性，侧倾没有这么多，我觉得反而后面的侧倾会比较多，你感觉不出来，因为你坐在前面嘛。只是它的方向盘呢有点虚哦，真的很虚。看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了哦，有没有？然后它的转向幅度要很大。如果它能够再把方向盘弄小一点，然后它的转向再精准一点，我会更加喜欢。这辆车所有都很好，只是我方向盘这点而已。行驶着大概1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大概2050转。它的这个降档的话，有做一点点的补油嘞，我有感觉到，你还是会有感觉到那个小小的顿挫感，它不是很顺那种，但是至少有做一点补油，有这个好过没有啦。讲真的，它是一个 bonus 来的，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 tuning 出来的。所以有些车是明明是用这同一副变速箱，为什么你的这个性格跟我的不一样？那我简单来讲呢 ，GT86 OK 跟 IS250是用这同一副变速箱来的 6AT 的，但是为什么以前的 IS250 08年那种啊，当你降档的时候呢？它有做一点点的补油而已，它不多，然后感觉到它有一点慢，换挡也慢，降档也慢。GT86的话，你会感觉到，整辆车不一样去哦，换挡都很快啦，降档也快了，又有降档补油的动作。哦，原来是同一副变速箱，只是说它的 tuning、它的调教不一样而已啦。变速箱在这辆车也没有什么好谈的，我觉得以这个4乘4来讲，6AT 已经是足够去用的。你要换挡很快，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因为它又不是拿来跑的，最主要是耐用。因为这辆车是你有经常可能拿去进泥巴啦哈，2000转，轻轻的把油门踩上去，它就会提速了甚至还有Eco Indicator 在亮着添，代表我的油门不是踩得很深吧？500牛顿米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一个人驾的时候动力是这样的感觉。我载满人的时候，再载了一些货，动力还是这样的感觉，还是有那种扭力啊。它不是贴背感，你知道吗？它是那种扭力推着去的感觉，这个就是扭力大的好处哈。看到吗？轻轻踩一咧，Power Mode
这个 Power Mode 的油门反应真的是比较快的哦，很敏感，踩一点点就，你踩放，你会发现到 Double Leg 的情况好像比之前变少了一点诶，没有错的话啦，感觉到会比之前那个450个 dog 的那个我们叫 Revo 啊，对吧 ？Revo， 这个是一个 Rock， 但是一个 GR Sport 的套件。再踩，哦，真的很有力哦，哎呀，阿迪吧，你周末在那边停下来哦？不会吧？ OK， 那影片就来到这儿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因为我们下个影片呢就会把这辆 Hilux GR Sport 给开上云顶上去啦。我就是要把它来试啊 ，Hilux， 上山了喂！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Goodbye。